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比亚迪这次丢人可就丢大了。5月2日，在老挝市中心的一家商场内，比亚迪的车自燃了，把商场都给点了，直接烧得焦糊的。现场看起来呢，跟墙内差不多，真是红红火火啊！万象中心比亚迪展厅落场。5月2日发生的事情啊，到今天才有视频传到墙内的平台。果然还是这墙比较厉害。这次的原因不知道呢，是不是老挝的竞争对手啊，在晚上偷偷的溜进商场，照着比亚迪车的电池就给点了，还是说当时的商场线路又老化了，引起了火灾，顺便把车给点了。具体比亚迪呢也没有回应。在国外呀，估计不会像国内一样草草了事。这要是最后证实了呀，是比亚迪的车子呢把商场给点了，那比亚迪估计要赔一大笔钱了。估计自然迪的名字呢也宣传的更加的到位。爱国的牌子呢真的是为国争光啊，到哪里都是红红火火，一片火红。比亚迪在老挝的口碑估计一下子就起来了。当然呢，也有可能是现场的视频造假了，老挝根本就没有烧。不知道比亚迪的法务部呢，要多久才能赶到老挝呢？在国内的500万警告，在国外还好不好使呢？我猜到一个理由啊，那就是呢，现场的灭火器着火了。上次国内就有这样一个案例啊，比亚迪 4S 店的灭火器着火了，整个店的车都烧了，应该好好的检查一下这个灭火器。灾难总是快他一步啊！这是4月30日，在山西太原的一个小区升起了小型蘑菇云，有人说啊，堪比导弹袭击啊！哎呀，这意外和明天究竟谁先来呀？就我家门口。哎呀，这个楼也炸了，这前面楼都着了，吓死了！不知道是啥。这糟的，格局都5、6座楼，5、6座楼，哎呦我的妈！全炸！这会能开视频，快点！看不见。看着。好了。事件共造成1人 S 死，2人失联，17人受伤。从现场看呢，这次大爆炸的原因啊，还没有准确的消息。
不难猜测，肯定又是燃气爆炸。也有人说呢是电动车非线充电，就是说高层直接拉条电线拉到地面上给电动车充电，然后呢点燃了煤气管道，楼下又停了新能源车，进而发生了连锁反应，损伤有7栋楼啊，有一栋楼的底下呢直接炸成了废墟啊。目前小区已经被管制，调查事故原因啊，也有可能是新能源车的自燃明火直接点燃了煤气管道，这就太猛了。现场有很多车啊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。这个小区建于2010年，属于典型的中密度小区。根据当地的燃气集团的数据显示呢，最近一次的全面检修在2022年，这到2025年了，2年一次的全面检查，这肯定是超过了时间了。当天晚上，当地还搞了一个发布会，非常迅速的开展了城市安全体检100日行动，速度真的很快啊！如果在发生事故前搞的话呢，应该会更合适一点。细思极恐的是啊，如果真的是电动车自燃导致的煤气管道爆炸，那可真的太恐怖了。现在很多地方呢，为了降低安全隐患，管道都直接在墙的外面了。新能源车越卖越多，煤气管道也是越铺越多啊。2个高手真的碰到一起了，那不是爆炸满天飞了吗？兄弟们，你们要的大彩电啊，创维今天咱给你整来了啊！这我们大兄弟买了20多个 W， 咱们来瞅瞅啊，后面的防撞梁咋样啊？有糊，尴尬了，有吸棱盒没有防撞梁啊？看到没，在这了，20多个 W 啊，一个防撞梁的小铁皮都舍不得给咱用啊！然后底盘咱们再来瞅瞅啊。大兄弟，你们的底线是什么？可以打在评论区啊！以后造马桶的都在那造车了啊！维修的隔热板有，防腐后半部分有的啊，然后中间是没瞅到，然后下摆臂是单层冲压的，这个厚度还是比较不错的，羊角是铸铁的，但是已经锈迹斑斑了。中间的油箱还不错，是那个油箱护板是铝合金的，旁边的隔热板都有。反正这玩意只要会造3电都行，它好歹有个大彩电。电池组咱们来瞅瞅啊，看到没？也不需要自主生产，东拼西凑。前面呢，咱们再来看看。前面的下摆臂是双层冲压的，用料还可以，羊角也是铸铁的，都有明显的锈迹啊。然后油底壳是铁的，这玩意造车的门槛越来越低喽，只要有钱就没有干不成的事，都是韭菜啊。说点真话，真的是太难了啊！收到律师函也是早晚的事。28万的车，既然没有后防撞梁，铸铁件呢生锈也为合情合理。没有后防撞梁，只因为这些车企们有证、合理合法、正规造车企业。确实啊，他们这些工程师们、这些老总们文化程度都很高。没有文化呢，这些车他们是拼凑不起来的。咱们底层的修理工文化程度也有限，没有话语权。在此呢，给创维大品牌带来形象上面的污点，主播呢深表歉意。这个能延年益寿的车确实做得很好啊，只是有一点点生锈。也证明呢，电车呢其实没什么技术而言，都是拼凑起来的。最近的日产 N7 也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啊。冰箱、彩电、大沙发、吹上天的智驾呢都安排上了，顶配不到15万，甚至还上了英伟达的芯片，这就让一些新势力的品牌坐不住了，甚至直接开始说这个车用的是新旺达的电池，就是国内的3流电池啊。还有就是它呢套壳其他的车型，但是这款车呢上市就破万的销量，
更加重要的是呢，最大载重431公斤，说明日产并没有像比亚迪一样卡着国标在造车啊。现在想想，之前卡着国标造车的比亚迪，油改电还卖20万起步呢，这到底是割了多少韭菜啊？随着合资品牌的发力呢，有人就喊出了留给新势力的时间不多了。难道今年是要彻底的反转了吗？聊个车圈最近发生但是没人聊的话题，不知道视频可以存在多久，我只讲一遍。万万没想到合资车发力了，玩了一招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戏码。丰田上市了博智，本田即将上市 GT， 日产上市了 N7。 为什么说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戏码？因为这3台车很多零配件用的都是国产电车的供应商。为什么我说我的粉丝层次很高？因为他们问的问题都很有深度。你猜他们问啥？既然这些合资电车用的都是国产电车的供应商，那么这些电车和国产电车还有什么区别？划重点了啊！第一，如果你是供应商，你是更愿意和丰田、本田、日产、大众这种全球知名车企、财务健康、不拖欠货款的车企合作，还是愿意和一些说不定哪天就没了的车企合作？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，谁都想抱紧国际大车企的大腿。你给大牌车企生产零配件的时候，是不是会打起200%的精神做好品控？第二，你不要以为同一个供应商生产的同一个零件都是一样的质量、一样的标准。我告诉你不一样，每一个车企给供应商订单的时候，品质的要求都不同。国际大厂他不想砸招牌，他不会让电车的口碑影响了他油车的口碑。假如丰田的电车出问题，大众的电车出问题，消费者不会记得油车还是电车，他只会记得丰田或者大众。所以这些企业找电车供应商的时候，不仅找的都是国产大厂，而且对配件质量要求很高，和那些今年在明年不一定在的车企有本质区别。第三，合资电车相对于国产电车最大的优势并不在技术，而是售后和零配件供应。电车最让人担心的就是售后和零配件供应。合资大厂的油车、油混、售后和零配件供应做的都不错，所以在电池的问题上也不会差。兄弟们，你就记住一句话，买油车、买小电池油混，看技术很重要，比如 THS、iMMD、ePower， 品牌和技术相辅相成。但是买电车一定要更注重品牌，因为国内的电车技术都差不多，供应商来来回回还是那几个，你要通过品牌去保证你的售后以及零配件的供应。电车的品牌代表的是产品的底线。关于电车，合资也好，国产也好，我坚持我一直以来的观点，只有少数人的用车工况适合电车，大部分人还是适合油车和小电池油混。什么样的电车它都是电车，电车的本质特点没有变，比如我过去讲的电池日历寿命，换电池贵，你得日历寿命以内跑得够多才能省钱等等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合资难道没有技术搞自己的电车供应链吗？为什么要用我们呢？搞电车供应链要花很多钱，虽然没有技术壁垒，但钱你得花出去。国际大车企都是全球战略，以下数据你不知道，国际大车企可知道。24年德国新能源销量为 57.3 万，同比下降 18.2%。24年法国新能源销量 43.8 万，同比下降 5.2%。24年瑞典新能源销量 15.7 万，同比下降 9.1%。24年意大利电车增长停滞，销量为 11.5 万，同比下降 15.8%。日本24年纯电车销量仅有 59,736 辆，比前一年下降 32.5%。电车在全球没有多大市场，投资供应链划不来，同时国内的电车市场补贴到什么时候还不一定呢。所以用国产的电车供应链组装鲶鱼车型来卷市场。你也可以看到合资电车的配置都很高，就是告诉你电车的成本低，配置我舍得给。而他们的油车油混继续保持全球化、高端化、长期主义化。那些靠补贴的新势力啊，不知道还能撑多久。新势力要是倒闭了，车主就非常的惨，直接成了废铁啊！现在已经显现出来了。4月3日啊，就有很多哪吒车主表示，汽车的 APP 呢无法使用，多次提示网络异常，这是直接 APP 崩溃了呀！这还不是一家，说好的智能化电动车啊，即使是吉利这样的大公司也出现了崩溃。4月29日啊，有领克车主在社交媒体上就反映啊 APP 出现了异常，部分用户呢从早上8点多开始就无法正常使用了，甚至有用户称啊28号下午就已经出现了相关问题。
这次故障涉及了吉利旗下多个品牌，包括吉利的 APP、极客 APP 和领克的 APP 等。针对这次故障呢，吉利副总裁杨学良4月29日中午呢，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称呢，实在是抱歉 ，IT 小伙伴已经全力修复了，现在可以正常使用，大家试一下。2025年的4月16号呢，领跑汽车的 APP 也出现了崩溃宕机的情况，导致车主呢无法通过 APP 解锁车辆，部分车主呢被迫滞留车外。17日呢，领跑汽车负责人称呢，主要是因为 APP 系统维护出现了服务器波动，问题发生在1小时后呢就修复了。还有人说他的车呢半路熄火了，这个呢也进行了辟谣。同日呢，领跑的客服回应媒体称呢，目前 APP 已经恢复正常，以后公司会不断的提升产品以及服务水平。很抱歉给大家呢带来了不好的体验。3月21日长城旗下的魏牌、哈弗坦克等品牌的 APP 也出现了故障，车主无法通过 APP 解锁车门，部分车主呢在停车场外罚站了。更早一些时候的2024年，比亚迪王朝的 APP 和海洋的 APP 也出现了网络故障，车主无法使用 APP 解锁查看车辆状态，故障持续了半个小时。有车主反映呢，这要是在行驶的时候出现这样的问题，刹车油门都用不了了，那就危险了。现在电车系统除了特斯拉之外都是安卓系统，偶尔出现 APP 的崩溃也很正常。但是车不像手机，如果真正的因为 APP 崩溃出现了事故，那就非常悲剧了。所以呢，买电车你还是要先考虑好一些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谢谢观看，拜拜。